我苏沫，大四学生，因为找不到愿意给我盖章的实习公司，至今还没拿到毕业证。我就不信，这么大的城市找不到一份给我开实习证明的工作。少年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乃是万中无一的休闲奇才。你想不想拜我为师，随我一起除恶扬善？能开实习证明吗？啊？不能。不干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生死簿怎么有感应？啊！嘿嘿，小伙子，你是阴司命格。哎呀，生来呢就和邪物打交道啊！哎，我这儿呢有一份工作，有编制，有五险一金，还能给你办实习证明，你干不干？真的？这个呢是生死簿、分部。哎，这个等一下，麻烦你重新说一下，尤其是实习证明那块儿。你要录音啊？行。此乃生死簿分部，从今天起，不管你遇到任何作恶邪物，就在上面写下他的名字，这生死簿就会将其收入。等到你写满的那一天，你就能正得大道。到时候啊，自然就有这个实习证明了啊！拿着，来，还有这个，那个，没骗我吧？对了，还有件事儿，那个能双面打印吗？我们学校要求实习日志至少要18页以上。混账！你看老道我像个骗子吗？骂我是吗？哥，你干啥？你这可不能乱写。今天晚上你会遇到一个女的，到时候你在上面写下她的名字。临走之际，老道我再送你一道九阳天火。哎呀！不是你们往上上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他就剩一点点血了。哎，女人，那个老道士说我今晚会遇到一个女人，这男生宿舍怎么会有女人呢？夺命情书！你收到夺命情书了？什么是夺命情书啊？别动！什么夺命情书？别动！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？我操！真的是粉色夺命情书啊！哎，你俩别一惊一乍的。什么夺命情书？展开说说。严律，你去关门。咱们上一届有个学姐叫王文静，学习成绩又好，长得又漂亮，妥妥的校花加学霸。但是她在寝室里死了。知道怎么死的吗？哎呀，别卖关子了！哎呀，听说，是因为他
给喜欢的人写情书告白，被拒绝了，一时想不开，晚上12点的时候在寝室里上吊自杀了。死的时候手里拿的就是这封情书。哎，你说那学姐漂亮？哎呀，漂亮漂亮，说了漂亮，别不当回事儿啊！咱们学校每个月都有男生收到这个夺命情书，只要打开的人准没好下场。哦，这事我也听说过。苏沫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哎，你俩狗东西，鬼故事编挺像啊！合起伙来整我是吧？不是不让开吗？啊，不让开是吧？不让开我偏开！别！苏沫，你开了夺命情书，你完蛋了，你一定会死，我先走了，明天回来我给你收尸啊！老苏，老家走了，我这就去把他追回来。今天晚上不管发生什么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等我们回来，我们一起商量。别说，胖子跟老严这情书写的还挺吓人呢。哎呀，别吵了，上大小楼。长发飘飘，胖子跟老严这把下血本了，知道我喜欢黑长直。臭流氓，放开我！就这，小学妹，胖子跟老严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大半夜的爬窗户过来吓唬我？哼，学妹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是什么学妹，我是什么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知道了，你把我们电脑都给打开了，你是小偷，过来偷我们电脑的是吧？我是什么？你真的看不出来吗？哎，别整！话说你搁哪儿整的烟饼？这么多烟，这得不少钱吧？你不怕我？怕？我怕你的烟饼再烧一会儿，烟雾报警器就该响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被子可是新买的，要是淋湿了你也赔我钱。死渣男，我杀了你！就这姿势，还想杀我，丑剧了！不对，我是灵体，你怎么可以碰到我？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，还想偷我电脑，你们纯纯的坏人！我这就给你记上一笔。哎，你叫什么来着？王文静。是生死簿，不行，你不要写，这像生死簿，灰飞烟灭，不要！都这个时间点了，苏沫该不会已经出事了吧？不是，你不要写，这像生死簿，灰飞烟灭，不要！你让我别写我就别写啊！啊，情书字写的这么丑，偷我电脑，还企图打我，怎么？我不要脸吗？啊，死罪！哎，你别，不要，我求你了！哎，
完美，第一个实习任务圆满结束。变色了，这老道士果然没骗我。看来我只要写满生死簿，就可以争得大道，拿到实习证明。嘿，苏沫，苏沫，苏沫，你还好吗？还活着吗？苏沫，没死啊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哎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就好，没事。哦，不好，严律可能出事了。老严不是找你去了吗？没有，我刚刚出去一直待在图书馆里。我刚才回来的时候才发现他往烂尾楼那边走了。烂尾楼？就上周有人跳楼那个烂尾楼？就上周有人跳楼那个烂尾楼？不是，他去那儿干嘛呀？上周跳楼的是他表姐啊？不是，那烂尾楼真这么邪乎？超级邪性！你还记得吗？半年前啊，咱们8班有一个烂赌鬼，我还能赢！啊！他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在跟班里同学们打斗地主，输赢就几10块钱。后来他越赌越大，赌性也越来越大。他在外面跟人打，在网上跟人打，半年不到就输了几百万。后来一下就从烂尾楼上跳下来了。哎，不对啊，那这跟严律他表姐有什么关系啊？严律他表姐是个主播，1周前去烂尾楼做探险直播去了。结果跳下去了。苏沫，你说严律他会不会？来，去看看，我们可是严律最好的朋友啊，必须要拯救他表姐于水火之中啊！哎，表姐啊，不是，等等我啊！苏沫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寝室的门没有锁，我回去锁个门，马上回来。哎，你锁了，我看见了。锁了吗？好行。哎呦，肚子疼，急需一个战前准备。哎，你肚子疼是吧？老夏，你胆子怎么这么小？死人啊！你不怕呀？怕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什么校园鬼故事啊，8成就是8班那个人啊，在外面欠了赌债，自己躲进烂尾楼里面，编了个故事吓人，让那些债主不敢进烂尾楼找他。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啊，但是，这是我刚从隔壁寝室买的，都是好东西。我先在外面等你啊。自己拿着吧啊，我不需要。苏沫，看不住就回来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阿门！我九叔保佑，急进入律令，一定要保佑苏沫和严律哎，不是这儿。哎，也不是这儿。哎，上面是最后一层了。这老严跑哪儿去了？输了，又输了，在楼上。同学，除去底牌，我3条 K，3条尖儿。如果这次再输，
就得在这跳下去。我再想想，让我再想想。想，你已经没时间了。荷官，发牌。哦，又是 K， 看来你的牌运到头了吧？啊，快开牌！快开牌！我不玩了，放我走！我不玩了，不玩也得跳！你要干嘛？让他跳下去！跳下去！姐，不要啊！姐，这回我是来找你的，我们回去好不好？姐，回去。回哪儿去啊？老严，你个王八蛋啊！吃独食是吧？打牌不叫我啊！又来一个。哎，同学，你也喜欢打牌啊？对呀，外号宿舍小赌神。敢问这位兄台怎么称呼？敢问这位兄台怎么称呼？对，我是赌王。啊，赌王，失敬，失敬。这赌王遇赌神，那自然要赌个尽兴啊，是吧？这样，我跟你赌，赢了我就放你跟他走，输了你俩就一起跳下去，好不好啊？哎呀，还知道征求我的意见，你还怪有礼貌的。既然你都这么给面子了，那我也不好驳你的面子，赌了。好啊！哎，我已经开始期待这个结果了。记住了，你要是输了，就跟他一起跳。好，你想怎么玩？哎呀，苏沫，你别冲动，你难道没有看出来他都不是人吗？咱们玩简单点儿，炸金花，抽大小，一局定生死。好，那你要是输了怎么办？我说，我跳啊！好啊，苏沫，你快醒醒，我在跟你讲话。你看看他的样子，他都不是活人呐！如果我们输了，我们跳下去就死定了。如果他输了，他跳下去他也不会死啊，苏沫。哎呀，老严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你别看他长得丑，就说他不是人啊！啊，做人呢，千万不能以貌取人。哎，再说了，下面是不是有垫子？跳下去也不会死，对吧？哎呀，你怎么就是听不明白呀？哎呀，我懂，你不就刚才输了几把吗？待会儿我让他多跳几次。性感客官，在线发牌。来，等等。你后悔了？ No， 放点音乐，增加一点氛围感。发牌，故弄玄虚，放快点！我已经迫不及待看他跳了。三条圈儿！小子，我的牌运一向不错。牛啊！这种牌型你都能拿到，在下实在是佩服。哎呀，我要是想赢你的话，就只能是3条 K。哎呀，真是难呐！现在来讨好我，晚了，输了你就得赔命。是你自己跳，
是我帮你呀！啊，急什么呀？你怎么知道我就不是3条 K 呢？不可能！巧了，我也觉得不可能，因为啊，我是3条 A， 不是3条 K。赢了，苏沫，我们赢了！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能赢我？说吧，你是自己跳，还是我帮你？我跳楼又不会死，我要跟你赌，我要一直跟你赌，直到你输为止。苏沫，咱们有把握吗？哇，年轻真好，说跳就跳。现在开始第2局，苏沫，这把我一定会拿到最大的牌型，我一定让你死！哎，你看你又急，发牌。哎，3个 Queen， 这不可能！你下把不可能再有我！发牌。3条 K。3条街，3条街，3条 K。3条街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下把一定赢你！我明白了，你出老千，你敢出老千？哎，同学，还是你的，发牌的人也是你的，牌到我手之前，我连碰都没碰过。你说我出老千啊？技不如人就要认啊，挨打要立正。你找死！等等。一言不合就动手啊！校园暴力分子，社会安保不稳的因素啊，外加打牌输了还不认啊，还整出这么多黑气，污染环境。姓名、年龄。你打我！嘿，哎呀我脸都给你打肿了，你还质疑呢？啊，叫啥名字？快说！魏强。记住了啊，下次别人问你名字，早点说。下次。对了，他没有下一次了。搞定，离毕业又近了一步。苏沫，颜律啊！我去，苏沫，颜律！你们俩居然还活着！对不起，让大家担心了。要不是老苏啊，我今天这条命就交代到这了。这样，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饭。哎呀，寿娘，老夏，
这位是？哦，她叫林静，说是你师姐来找你的。啊，师姐？啊，抱歉，工作需要才打扮成这个样子。师傅喜欢打扮成老道到处收徒，他跟我说你是他新收的徒弟。昨天晚上我收到消息说这里有邪物作祟，你们没事吧？嗨，什么邪物嘛，就是一个菜鸡，牌打得很烂，还非要跟我玩，结果呢，连输了好几把，都差点摔成饺子馅儿了。然后啊，又被我抽了几个大逼刀，我还狠狠地记了他一笔。抽耳光？根据检测，这里面的东西至少有2星的实力，我出手都要费些功夫，居然被苏沫抽了耳光。年轻人嘛，就是着急啊，非得抽他几个大逼刀才能老实。随随便便就能处理2星行为，我这学生师弟竟然是隐藏大佬。师弟，其实我是邪物管理局的，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邪物管理局？邪物管理局？你俩搁这蒙我俩呢？昨天你在寝室那么危险，我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回去救你啊！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告诉我吗？胖子，别诬陷人啊！我这不也是才知道吗？不是哥们儿，你不知道邪物管理局有多牛逼。怪不得你不怕夺命千术啊！怪不得你敢一个人来烂尾楼。大郎，就这。怪不得你昨天敢直接坐下来跟那个东西玩牌，原来你不怕他呀！啊，好啊你呀，咱们同寝4年，啥都不知道，你眼睛可真好啊！那看来我的第2个意图，苏沫，你已经知道了吧？什么意图啊？诚挚邀请你加入我们管理局，工作内容很简单，就是处理一些不该出现的恶人。师傅说你现在急需实习证明，我能开，有编制，有工资，上2休5。真的？当然。师姐，这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工作。实不相瞒，我的梦想就是世界和平。为了实现这个梦想，我决定加入你们。好，现在就有个任务需要你处理。直说。平安街，就是那条连续半个月失踪3个人的断头路啊！你知道？听说那条断头路失踪了3个10多岁的女孩，她们都是凌晨经过断头路的时候离奇失踪的。哎呀，什么邪物嘛？这明明就是人贩子嘛！师姐，这个任务我接了啊！明天晚上我必须拿下。师傅，我想跟你学点真本事，带我一个。苏沫，是马上12点了。根据咱们之前收集的消息，这东西就是会晚上12点整出现在这附近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哎，等了3个小时了，终于要出现了。这你怎么空着手来啊？你没准备点什么东西吗？你看我准备了一大包呢。我用准备啥呀？啊，我抢你的不就完事儿了？是，我的就是你的，放心，我会罩着你。就你啊？不是哥们儿不信你啊？我来之前我师姐就跟我说了，这儿特别棘手。切，就你那师姐啊，不是我吹，我对上她至少3七开。3七开？你7他3？她3秒打死我7次。好。哎，我早知道你这么菜，我就不带你出来了。我虽然菜，但我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。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跑得快，只要你打不过我，立马就跑。给你搬救兵。我谢谢你啊。客气客气。哎，我去啊！司马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
小伙子，你看我像人还是像神呢？这是黄皮的讨风？小伙子，机会只有一次，我劝你一定要想清楚再说。没问题。哎，对了，问你个事儿啊，你们是不是有规定，我说啥就能变啥，而且肯定能变？对。啊，那我可就要说了。说吧，说错我就吃了你。我看你像红颜 JK165，金发瘦耳，双马尾的，白皮黑丝俏萝莉。我看你像红颜 JK165，金发瘦耳，双马尾的，白皮黑丝俏萝莉。你这什么鬼啊？什么 JK 萝莉？哎，有没有审美啊 ？JK 萝莉，懂不懂啊你？我修炼300年，就等今夜讨封，位列仙班。你胡言乱语，毁我100年道行，害我重新修炼。我要把你的头砍下来等野火！哎，我去，一键变装，怎么变的？教教我，我也想学。我居然真的变成了这样。对啊，哎，而且还挺好看的。那个，能不能加个微信？加你妹呀！老子是猛男，钢铁纯直男。靠，老子本来应该当神仙的，都怪你，毁我仙缘！拿命来！哎，你们这儿的人是不是都有毛病啊？一个个跟我命过不去。因为这个街道是我的地盘，无论是谁经过这里，都得留下来给我当宵夜。哦，原来是街霸呀！啊，在这儿整天霍霍别人，纯纯的恶人嘛！你才是街霸，你全家都是街霸。你们这些挡我成仙路的人，都得死！哎，你看你又急是吧？说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居然不怕我！哎，你一个双马尾的小萝莉，我怕什么怕呀？他说叫什么名字？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还有，你要是敢动我，我大姐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哟，还有同伙是吧？啊，叫啥？来告诉我，我一起记着，省得我下次再来了。说出来怕吓死你啊！我大姐，她是首富周远山的千金，识相点，赶紧把我给放了。周远山，就是那个搞房地产的首富周远山。对呀，怕了吧？不对啊，你怎么认识首富家的千金呢？这不关你的事儿，大姐自然有她的办法。哎呀，该不会是你大姐贪图人周家的财产，想谋财害命是吧？啊，等我把你给收拾，就去收拾你大姐。黄口小大言不惭，就你也配去找我大姐？嘿，你管我配不配？快说叫什么名字？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可就给你起一个名字。哎，你想想啊，要不然叫黄狗蛋。
黄大花。停！闭嘴！不要用这么愚蠢的名字来羞辱本大仙！臭小子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本大仙的名字叫黄霸天，霸气天下的霸天。哦，黄霸天。好霸气的名字。那当然了。你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哎呀，又完成任务一桩，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呢。苏父，我来救你！苏父，我来救你！这东西在哪儿呢？别怕，我保护你。我是从目前开过光的，专克邪算。早就被我打跑了。我去啊，你这么厉害啊！哎，这次什么等级的？你用什么法术打败的？是不是嗖，金光一闪，符咒就满天飞的那种？金光一闪，看电视剧看多了吧你啊？他就是一个霸占平安街的街霸，一个双马尾的萝莉而已，被我几下就给打服收拾了。双马尾的小萝莉。你下得去手啊？你不是最喜欢少罗了吗？这也得分场合。我像是那种贪财好色的人吗？不像。你就是啊！你忘了上一次我们在食堂打饭的时候，你看那个打饭阿姨漂亮，你都叫她姐姐。那叫尊重，尊重劳动人民，你懂不懂啊？行了，不给你扯这个了，我要去那个周远山家自己一边玩去。周家可危险了，你要去干嘛？你又知道了？半年前，周家大小姐突然病倒，情况一天不如一天，去所有医院都检查个遍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结果一天比一天枯瘦，像是被人吸干了精气一样。这么邪乎啊！而且据周家的人说，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听到房间传出一种瘆人的声音，有的时候是大笑，有的时候是大哭。周家人都跑光了。听说周家大小姐对脏东西缠上了。那肯定是黄霸天他姐姐干的呀，这就找他去。黄霸天是谁啊？等等我，走开！别咬了！冉冉别怕，爸爸来了！疼，我好疼！让他走！让谁走啊？冉冉，你看看，是爸爸在这儿，家里没别人呢。冉冉，小爸爸，不要伤害自己啊！冉冉，爸，对不起。没事。爸，你杀了我吧！我不想让他再折磨我了，爸，你杀了我！我求求你杀了我吧！冉冉，爸爸一定会救你的，哪怕是倾家荡产，哪怕是赔上我这条老命，我都不会放弃。爸，我好难受。冉冉，别怕，爸爸在，王叔叔也在，王叔叔也会想办法救你的。都会救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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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会救我。
冉冉肯定会没事的，他就你这一个亲人了，要保重身体啊。大军，这段时间都亏着你帮我照顾冉冉，辛苦了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我们多年兄弟了，你也知道，半年前我女儿因为车祸去世，从那以后，我就把冉冉当自己亲生女儿了。这说回来，冉冉也是半年前发的病，当时她怎么突然的就乱吼乱叫的，还抓伤自己，还见人就咬，她整个人的神志都不清醒了。到现在连我这个父亲都快不认识了。放心吧，老周，冉冉的病一定会治好的。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就去找大师，我就不信了，用我周家所有的财富还救不了我冉冉。我阿呆有的收你们了！哎呀！哇呀哎呀，你能不能轻点啊？啊，别跟那土匪窝子一样，人家这是豪宅，把别人门踹坏了，咱赔得起吗？啊？哦，走。吼！你们什么人？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这可是私闯民宅。我叫夏子川，这是我老大苏沫，我们俩可是经过管理局认证的除恶高人，今天就是来帮你们的。听说你女儿生病了，我怀疑是有小人作祟，所以过来看看情况。简直胡说八道！冉冉的病医院都看不好，凭你们俩毛头小子，出去！你怎么说话呢？正是因为医院查不出来，所以才需要我们啊！看你们桃木剑啊，开过光的，专克邪祟大师，你真的能救我女儿吗？这个主要还是得看我大哥。我这个拜托了，我的冉冉每天都生活在痛苦当中，你只要能治好她，我们周家所有的财产我都给你。我这个肯定能行啊！你放心，周小姐的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好，拜托。首付的所有财产，真想发大财了！周，你傻了吗？啊，就凭俩毛都没长齐的小子就给冉冉治病，这明显就是俩江湖骗子！大军，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我不管他们是不是骗子，也不管他们毛长没长齐，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都得试试。哎呀，老周，哎呀，来，姚伟，跟我来吧。老周，请进吧。周先生，你女儿背后怎么背着个人啊？周先生，你女儿背后怎么背着个人啊？这是什么新的治疗方案吗？负重训练？什么？老大，你开天眼了？我怎么啥都没看见啊？什么开天眼？你看不见吗？他后面背着个女的，黑长直，还穿着校服。黑长直还穿校服啊？我可以啊！老大，跟你学了这么多招数，今天到派上用场的时候了。你确定你能行？必须能行！我的，这个，你这该不会是在某品9块9包邮买的吧？你咋知道？我这个不光包邮，而且还包开锅。最关键的是，它还包配套使用的咒语。放心，我来。
我去，这么冷啊！但妖孽速速现形！我去，怎么没反应啊？忘记咒语了。天朗晴晴，鬼现形，现！我去啊，这么凶残啊！徒手撕符纸啊！看来我得动真格的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稍等我一下。看剑斩！我去啊，开了光的桃木剑都不怕！杀了你！大师啊，你说刚才那位大师他行吗？啊，这怎么进去这么长时间，这还不出来啊？我就说这是两个骗子，你偏不信。放心吧，那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，最多被周小姐打出来，死不了啊，死不了。救！哎，大师，你的手怎么受伤了？我这个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哈。我出来主要是找苏沫聊一下我们的终极术法啊。什么见不得人的方法呀？还得躲着我们？我看你们就是在拖延时间。错了，我们就是在防着你啊，免得你偷学。苏沫，那里面的东西太凶了，他连桃木剑都不怕，他直接给我连人带剑一起抓了过去，还咬了我一口。要不是我跑得快，我就交在这里面了。庄大师翻车了吧？啊！我说了要找小人，非装自己是高手。这真是大佬发言哈。我反正已经装出去了，你不能让我丢人啊。放心，哥们儿把你圆回去。走。大师，怎么样了？放心，等我消息。好。又一个送死的！等我吃了你，我就能彻底变成周玉然，成为周首富的女儿。哎，后面那位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什么？你能看到我？普通人根本察觉不到我的气息。当然能啊！哎，小爷我可是标准的5.0视力。那个，咱俩打个商量，是你从他身上下来，还是我拉你下来？你找死！你给我过来，我要撕烂你的嘴！我又不傻，我才不过去呢！啊，我凭什么过去啊？有本事你过来呀！啊，你给我等着！当我占据这副身体，我第一个杀了你！走开！我去，人格分裂！杀了我！我不，杀人犯法，我又不傻啊！我才不想上新闻呢。那个，要不这样，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周玉然。生死簿，原来世间真有此物，不过可惜啊，对我没用。小哥哥，你还是乖乖的，让我吞了你吧。想炸我是吧？我不信。我去，这子布这么关键时刻掉链子，
哎，生死簿，你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啊？因为我根本不叫周雨然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也太不地道了！你不是说里面是你女儿吗？这就是我女儿。你还在装？人家都亲口说不是，到底是谁啊？等，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？小哥哥，门已经关上了，你出不去的，还是乖乖的让我吞了你，彻底成为周雨然吧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萌萌的声音。萌萌是谁啊？萌萌是王大军的女儿，半年前出车祸死了，之后没过多少时间，我女儿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当时王大军也在现场。王大军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萌萌都已经死了半年了，你是在怀疑一个死人，还是在怀疑我？你女儿去世没几天，我的女儿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当时你是在场的，那件事之后，你对我的女儿是百般呵护。每当我女儿发病，你比我这个亲爹都要紧张。你说我该不该怀疑你啊？就这2个骗子在你面前演戏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你怀疑我？你不相信我？王大军，你真的以为我是傻子吗？我现在明白了，你刚才一直阻止大事，你是怕他们揭穿你的恶行。对，我就是怕，我怕他们破坏萌萌的计划。王大军，为什么？我可是一直拿你当我最亲的兄弟啊！兄弟，凭什么我要活在你的阴影里？明明是一起创业，凭什么你活得如此风光，我就要倾家荡产？当年我让你跟我一起投资房产，是你嫌他回款太慢，自己投了别的项目，结果呢，亏得一塌糊涂，欠了一屁股的债。是我帮你还清了所有的欠款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是一个父亲，我的人生过得怎么样无所谓，可萌萌不行，我的女儿不行，我不能让她跟我活得一样，活得像一个笑话，活在你女儿的阴影里，做你女儿的陪衬。陪衬？我把她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，你居然说是陪衬？当成啊！你知道妈妈临死的时候对我说什么吗？她想活成雨然的样子，我要让萌萌做雨然，做你真正的女儿。王大军，你疯了！你的女儿已经死了。她没死。我记得道士跟我说，只要过了今天，萌萌就能彻底吞了雨然。你放心，等萌萌成了雨然，就成了你女儿，成了我们的女儿啊！我看你就是贪图他们家的财产吧！你这个恩将仇报的老道，赶紧让你女儿停手！不可能！你少得意啊！我兄弟那是管理局的人，绝对不会让你跟老贼得逞的。你等着，苏沫，王大军这个老贼阴我们！没用的，萌萌把门关上了，你朋友就死定了。只要他吞了你朋友，就有足够的实力吞掉雨然。苏沫，王大军，你害我女儿，我要报警！还是乖乖的让我吞了你吧！原来你说要吃我，是这种吃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小优卖艺不卖身，你该死！你好香啊！不过被我吃了，不亏。我亏！我保持了20年的童子之身，你凭什么说想要就要？啊！今天我宁死不屈！
你找我了，你找我了！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我着火了！我的脸，天火，专门克邪物的九阳天火。这九阳天火，好熟悉的名字。临走之际，老道我再送你一道九阳天火。哈哈，这不是老道送我的金手指吗？兄弟，我跟你说，我去，你这什么造型啊？我去！老道士，还我清白！来，穿，快！那个，之前你不是说要吃我吗？来啊，来，你过来呀！你给我等着！我一定不会放过你！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哼，你当我傻呀？上了生死簿，灰飞烟灭，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。哦，我知道，叫王萌萌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别写我，我现在就从周雨然的身上下来啊！别写我！王萌萌残害无辜少女，还想取代人家，哼，搞定！嚯！这我不疼了。冉冉，爸，你都好了？身上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没有，就是有点累。好，爸。哎，王叔叔呢？他最近一直来看我的。哎呀，还什么王叔叔，那就是个王八蛋！你的病就是他给害的，他想让他的女儿替代你呀！我已经报警了。幸亏这两位大师鼎力相助啊！谢谢大师。不用那么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。真金。就是可怜了我那万年桃木剑啊！我的符纸是用我自己的精血铁的，就这么用掉了，疼啊！老大师啊，这张卡里有3亿现金啊，其他的不动产呢，要麻烦你们改天跟我去签个字。我既然答应了你们，就一定会把我周家所有的财产原封的奉上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那个小川啊，我们这惩恶扬善的，你怎么能要人家的钱呢？还回去！别混，老夏，你可千万别犯傻！师傅，你再这样，咱们什么时候能吃得饱饭呢？好样的！哎呀，不可啊！二位大师都是费了心的啊，这个呢也是我们之前说好的啊。你们要是不要，我内心过不去啊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只能勉为其难的收下了啊，其他的就不用了。哎呀，多谢大师宽仁呐，感谢。3个亿啊！
哎呀，义父啊，义父，义父在上，受小的一拜，义父。作为您的爱徒，有我一份吧。你这个就会跟在我屁股后面蹭经验的捡漏怪，你好意思要吗？好意思啊，嘿嘿。行，就冲你这厚脸皮，有你一份儿啊！去哪？当然是去医院了，把伤口包扎一下。哦，行了，今晚下馆子，各请客。得嘞！嘿嘿嘿。这周小姐牙口真好啊，我感觉我手都废了，游戏都打不了。我觉得那份钱得多分我一份。人家周小姐可是大美女啊，你被人家咬了一口你就偷着乐了，到时候你吹牛逼的时候都能加上一句我被首富家千金亲口盖过章。哎，我像是那么好色的人吗？我只是不是像，你本来就好色。是，虽然你说的有那么一丁点道理吧，但那不是我好色，我只是没想到周小姐恢复正常之后居然那么漂亮，非常直啊，我的理想型。来，苏梦，你说我现在如果去追周小姐的话，有几分胜算？我感觉概率基本为零。啊，先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快看，那边好像有情况，走，凑个热闹。我妈明明活得好好的，你们凭什么把她推到太平间去啊？现在好了，我妈精神都有点不正常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事儿你们要是不赔我100万，我跟你没完，我天天来你们这儿闹。志浩先生，我们当时确实是检测不出来你母亲的呼吸了呀。我去，我们还用了电除颤，她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当时真的确定你母亲她真的去世了。嘴硬是吧？啊，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我妈为什么现在还好好的在病房里躺着呢？这样，先生，我呢先给你升级成 VIP 病房。关于后续赔偿的事情，我要跟我的领导再商讨一下，您看可以吧？这还差不多，你给我记清楚了，10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那个你好，请问一下，刚刚那位是？啊，你说他呀？别提了，他妈赵老太70多岁，被查出肺癌晚期，为了不拖累子女，自己拔掉了氧气管，人当场就没了。我亲眼看到的，连心跳都停了。结果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我们白天给赵老太推进太平间，晚上她自己就爬回来了。我去，那不诈尸了吗？对啊，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她现在的表现好好的，根本就不像一个死过的人。哎，你说有没有种可能，那个赵老太是假死？哎呀，不可能！我们当时亲眼看到的，她的心跳和呼吸都没了，而且我们确认她死亡之后，就把她的尸体推进了冷藏柜里。那冷藏柜里有零下20度的低温，她不可能还活着，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。什么？我去看望过她，她现在生龙活虎的，别说不像一个久病缠身的人，她现在甚至都不像一个老人。不像个老人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多说了，这医院啊不对劲，我劝你们赶紧离开吧，我也准备请假了。哎，等等，你要请假？我记得医院假好像不好请吧？也是赶巧，我姐姐前几天去世了，我身为她唯一的亲人，请个假去料理一下她的后事还是可以的。抱歉，姐。没事，我们虽然从小相依为命，但是我们的关系并不好。简单的来说，我姐姐她讨厌我。算了，
人死账消，我不跟你们多说了，我要去上班了。去吧。我去啊，死而复生啊，这咱得去看看啊。什么死而复生啊？大概率就是人为。我怀疑啊，是那个老太太跟她儿子商量好的。老太太先假死进太平间，她儿子再借题发挥，找医院闹事儿。这俩人八成就是来给医院做局的。我去，那他们这心机也太深了吧？怎么不信啊？不信的话就去看看，说不定我又能完成一项实习任务。走。妈，这就是 VIP 病房，可比咱们以前的大通铺好多了啊！没见过世面的东西，这就是个普通的 VIP 病房。他们把我放在这儿，就是想敷衍我。我让你找王护士要钱，钱呢？他说要去跟医院领导商量一下，我就先走了。谁让你走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要钱，那就得一哭二闹，砸东西。我去闹了，真的，那王护士吓得就差给我跪下了。跪下来有什么用？我要让他赔钱，我要让他被医院开除。好了，妈，您别激动，医生说了，您需要静养啊。静养个屁！我都死过一次的人，我怕什么？你给我听清楚，明天你一大早就去护士站去指着他的鼻子，他的鼻子骂他。我骂他什么呀？你就骂他是杀人凶手，害死了他的姐姐。妈，这样不太好吧？王护士一直以来对咱们都挺好的，而且没听说他有什么姐姐啊。他有，他故意不说，他就是心虚。你照我说的做，一个字都不差，把他骂哭，把他骂到崩溃。不是妈，咱们不是为了要钱吗？我要真把人给骂急眼了，他不给钱怎么办呢？你以为我真的稀罕他那点钱？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我要让他被医院开除。妈，我能不去吗？你不敢去，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给我滚！你去找仙人要钱，要不回来钱，你就别回来。好。哎我，那个老乡，今天天也挺好啊。哦，天就好。哎，你们两个偷听我说话呀？没有，我们这不是想着来都来了，拜访一下吗？哎，对，空手拜访。这是顶级豪门，周家特有的纸啊，能保发财。那好，哎，不是，这也是顶级豪宅，周家的，地上的石头，我觉得是镇宅的，也能保佑你啊。奶奶你好，我是来贱人啊，阿姨，您这是返老还童了？哇，这技术我也想学。我去啊，这简直就是大妈呀！这不是赵老太太病房吗？不是你们俩谁呀？啊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哎，你妈
不是70多岁吗？我看这个阿姨，顶多也就50岁吧，身体还这么硬朗。你妈不是肺癌晚期吗？关你们什么事儿啊？赶紧给我走啊！再不走，我报警了啊！别，我们这就走啊。行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神经病！我去啊！这老太太年轻的出去说是我姐都有人信啊！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王护士说的话？他现在生龙活虎的，别说不像一个久病缠身的人，他现在甚至都不像一个老人。不像个老人？哦，他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哎，苏沫，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那还能怎么办？等晚上过来看看呗。哎，这么好的医美技术，咱俩要是能学到，那就发财了。走。妈，我下午又去闹，没人搭理我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地上干嚎了半天。你怎么那么没用？妈，我看医院是不想给钱了，我估摸着我要再去闹的话，他们都该报警了，要不咱们就算了吧。算什么算？医院把我害死了，我不该向他们要钱吗？可是您自己拔掉了氧气管，而且当时你也确实没有呼吸了，这也不能全怪医院吧？怎么不能全怪医院？你是不敢去吗？你要是不敢去，那我就弄死你，再换一个听话的。妈，别妈！别打孩子！阿姨，有话好好说。别冲动哦，别冲动。怎么又是你们两个？你们给我滚出去！别在这多管闲事。妈，你刚才真想杀了我吗？儿子，我刚才是犯病了，来，快起来，地上凉。阿姨，您这演技太牛了！那什么，什么卡，都欠您一个小金元。儿子，你别怪我，妈一个人，既当妈又当爹的，把你带大，我很不容易呀。妈，我知道，您放心，明天我就去医院要钱。他们要是敢不给的话，我就假装自杀。哎，你傻了吧？啊，你妈刚刚真的想杀你？就是啊，要不是我们进来的及时，她把你掐死了都。闭嘴！不许你们这样说我妈。儿子，妈刚才没有掐疼你吧？妈，我没事儿。哎，不是，你们上一秒还在这打生打死的，现在就演这出，怎么？大晚上的说全就别联手？不是你们到底是谁啊？啊！大半夜的跑我妈病房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呀，就是赏月，赏着呢，就路过了。苏沫，有的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你这个瞎编的能力。低调。什么？赏月？赏月跑我妈病房来赏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们两个白天是不是来过呀？
那个，你记错了啊！我俩今晚刚到医院啊，不对，就是你们。儿子，别跟他们废话，把他们赶出去。我不管你们什么目的啊，现在赶紧跟我走，走。那个，其实啊，我们有事儿，想问你妈几个问题。阿姨呀，我们想问一下啊，你是怎么从零下20度的冷藏柜里面爬出来，还生龙活虎的？你有没有什么秘诀啊？可以传授给我们？关你什么事？赵鹏飞，你这个废物，干人这么简单的事，你都做不到吗你？我看明白了啊，你明白什么了？妈，我现在就赶他们走。你们两个赶紧给我走，别逼我动手啊！别傻了，她根本就不是你妈。哦，我也明白了，原来是冒充的嘛。怪不得对儿子吆五喝六的，还骂儿子废物。谁家妈妈会这样对儿子？你闭嘴！她就是我妈。你好好看看吧，你妈70多岁了，这张脸像70岁的样子吗？我妈本来也不是70的人，当年我妈是为了早点要孩子，所以才把自己身份证给改大了几岁。后来我妈又生病了，这才看起来有点儿。我妈现在身体好了呀，所以才没那么显老。那我问你啊，赵老太太是不是把氧气灌死的？一个宁愿自己死都不愿意拖累儿子的人，她会想要杀了自己儿子吗？我妈是生病了。你妈得的是肺癌，又不是脑子有问题。不可能，她是我妈，她就是我妈。你妈早死了，她就是个偷你妈尸体的贼。来，你自己好好看看，来看看，你看啊，她眼珠子滴溜的转啊，哪个老太太眼神这么贼？对，我就是假的。那又能怎么样呢？反正你妈都已经死了，要不是我，你怎么能看到这么年轻的妈呀？原来你真不是我妈呀！你终于信了？我早就发现了，只是我愿意接受我妈已经死了，所以意味着自己欺人。既然你都发现了这个，就干部，我天！高级符纸定住了吗？你居然敢拿个假货来忽悠我！九阳天火！是我，这是篆刻邪祟的九阳天火，不行，不能跟你打。太好了，我衣服还在。我去啊，灰飞烟灭了啊！苏沫，你现在强的可怕。不是我打的，他自己跑了。怎么可能？我的符纸加上你的神通，他怎么可能打不过一个老太啊？我的神通还没用呢。还有，你能不能别老提那个破符纸了呀？9块9一张，还假一赔10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买了1张，你知道人家给我多少张吗？11张。他为什么只给我发1张啊？可能是因为人家知道你脑子不太行。他怎么这样啊？哎，别嚎了啊！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找到赵老太？我好像知道哎。你知道？你说呀。我妈，呸！那个人之前老是念叨王护士，好像特别恨她。我猜啊，她估计去找王护士去了。老婆，刀下留人，住手！狗皮膏药，真以为我不敢动你？我刚才都已经放了你，你居然还敢跟过我！我原本想着，我先掐死这个贱人，我再去找你。没想到你们2个竟然赶过来，怪我的好事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们就死吧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不可能？你冒充死人，
讹医院的钱，还想杀人，你心眼怎么这么坏？哼，来吧，说说叫什么名字？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可就自己编了。生死簿。对啊，所以乖乖束手就擒吧。你们别动！也还玩挟持人质那一套是吧？啊！你们别动，不然我就杀了他！好，我们不动，你也别动啊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啊。芳芳，我是不明白了，你怎么运气那么好？每次都是逢凶化吉，就连这次我想杀了你，都有人拿生死簿过来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恨我，我们认识吗？芳芳，我才刚死几天呀，你怎么能忘了我呀？你是没错，就是我，芳芳，我恨你！为什么？爸妈去世的早，我们从小相依为命，我可是你唯一的亲人。为什么你每次都有贵人相助？小时候我们家里穷，我们上不了学，大家都上不了学，那时候挺好。忽然有一天，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个马善人，说要资助你上学。马先生看我们可怜，所以资助我们上学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他是因为你才资助我们上学的。我就是个捎带的，你知道吗？没，这个都有学上就行了嘛，那有什么区别呢？自己要糖吃和别人主动给糖吃，那是一样的吗？还有一次，我明明都把你的药给换了，让你害死了一个病人，医院明明都要把你开除了，怎么突然间就有人拿监控说是我换的，害我被院长赶出了医院？那不是我的错，是你存心想害我，这是在自食其果。我被赶出了医院，就遇上车祸，我当场就死了，怎么能不怪你？我就是被你害死的。有这一次，我就差一点点，我就能杀了你了，你知道吗？姐姐，闭嘴！你不配叫我姐姐。是你想害我，是你污蔑我，所以才被赶出医院。我没有害死你，就是你害死我，就是你的错。没有你，我怎么会被车撞死？王爷，是你对不起我，我不欠你的。王云，原来你叫王云是吧？哎，笔呢？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哦，看样子我的实习任务快完成了。等我做完任务，拿到毕业证，就能去管理局工作，然后走上人生巅峰。哼！没事，不值得。我姐姐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但我没想到她能这么恨我。我一直以为那天晚上她是因为粗心大意，但我没想到她是存心想害我。你们怎么跑那么快？妈！那个，放心吧，你妈没事儿，也没活着。啊，老夏，走啊！不是，我还没加他微信呢，我好歹揪了他一遍。点啊！人家刚经历完生死，你就要微信，你要点脸！走！我没想到啊，咱们去个医院包扎，还能遇到这么多事儿。不过还好有收获，我实习任务的进度再次推进。哎，苏沫，今天晚上我们去吃点什么？哼，把老严叫上，咱去吃大排档，我请客，随便点。哎，这义父在上，我这就给老爷打电话。周远山，周首富，
他该不会想反悔吧？我们可是救他女儿啊！他要是敢把钱要过去，我就去他门口哭。人家是首富，不至于这样。估计啊，是有什么事儿吧？喂，苏大师，我爸出事了，你能不能现在过来一下？我好害怕。怎么回事啊？王叔叔，哦不，王大军，他死了。听说死得很惨，而且他是自杀的。我听说死的时候特别惨，而且他眼睛瞪得特别大，像是在看我家的位置。王大军死了，这老登死罪有应得呀。可是跟你爸有什么关系啊？原本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毕竟我们的情分从他对我下手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。但是从今天早上起，我爸就开始不对劲了。怎么不对劲？今天早上，我爸一直说王大军站在他的房间里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爸接受不了王大军的死，毕竟他们多年的情分。可是刚才我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？你说呀！电话里说不明白。大师，你赶紧过来一趟吧，你赶紧过来一趟好吗？我好害怕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走吧，过去吧。没想到完成一个实习任务啊，还要帮人家售后。哎，早知道就管那个周首富要一笔售后维护费了。亏大了。走吧。说说吧，看见什么了？苏大师，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救救我爸。好，有话直说。好。昨天下午，我爸突然说有急事要处理，然后他就进了书房，直到晚上他都没有再出来。我就想给他送点吃的，结果什么呀？结果你别卖关子了，急死个人了都。我打开门，我看到王大军掐住我爸的脖子，我想过去拉他，他突然就消失了。消失了？你确定不是你太虚弱出现幻觉了？原本我也以为我看错了，结果我看见我爸脖子上有5个黑手指印。我去，这老东西死了也没放过你们，必须得给他一个教训了，死了也不安生。苏沫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我怀疑啊，王大军根本就没死，他就是故意自杀，想让你还有你爸相信，然后扮成死人来吓唬你们。不可能，他绝对死了。这么确定？亲眼看见了？我确定，我有他死的照片。死得很惨，要不我拿给你们看看。算了，不用了。你爸现在在哪儿啊？在书房，我带你们过去。爸，开门！爸，开门！爸爸，开门！苏大师来了。爸爸，开门！行了，别敲了，你这敲的跟催命符一样，里面要是有人早就给你开门了。老夏，该你出手。得嘞，你金刚脚！苏沫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凉飕飕的，感觉比上次来阴森一点呢？胖子，你站在空调出风口下面，你不冷谁冷啊？我知道，我故意营造一点恐怖的氛围，怎么样？有那味儿吧？大师救命！苏沫，救我！这不是苏大师吗？怎么样，看到我很意外吧？确实挺意外的。上次跟你分开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贼眉鼠眼。现在问题更严重了。哎，完了，你看啊，他这脸像不像抹了锅灰一样？哎，我说，下次能不能洗把脸再出门啊？我觉得还挺时髦的。你看他这2个黑眼圈，像不像国宝？王大军，我爸呢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雨然，
叔叔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，本来不应该伤害你，可你们非要逼我。为什么不好好的等死？明明只差1晚，就1晚，萌萌就能活过来了。等死！黄大军，我爸对你那么好，你是怎么说出这种话的？你当时破产的时候，是我爸帮你还的贷款，你当时痛哭流涕的跟他说，以后一定会报答他，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吗？那都是他自愿的，对他来说，那点贷款算得了什么？好，那你说，萌萌小的时候住院，被确诊是白血病，是我冒着生命危险给他捐的骨髓，是我救了他一命。别再跟我提萌萌，你们都不配！好家伙，你跟周叔真是当代活菩萨呀！你们家又是给钱又是给命，这人但凡有点良心，都不至于这样对你们父女吧？哦，周远山，这一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萌萌如果还活着，这所有的一切本应该属于他的。我爸把她当亲闺女一样对待，每年生日都办得热热闹闹的，逢年过节红包比我的都厚。你说我们还有哪里对萌萌不好？就是啊，周叔对萌萌都比你对他好。你知道什么？我才是萌萌的亲爹。周远山对他的好那都是假的，他只是在我面前炫耀他比我强，他就是想看着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。哎，少跟这种怨妇型选手废话。王大军，快说，你把周叔藏哪儿了？要是不说的话，哼。你以为拿这个生死簿就能威胁我吗？我早知道你会用它来对付我。如果你敢把我的名字写下来的话，你永远都别想知道周远山的下落。威胁我？对，我从不说空话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在天黑之前能找到周远山的话，我就放了他；如果找不到的话，那我投胎的时候只好把他带走了。你快说我爸在哪儿，不然我就报警抓你。报警？警察能看得我吗？啊？能看得我吗？倒是你，我警告你，再敢废话的话，我现在就让他断一根手指。这老东西真是丧心病狂！你赶紧说，把周叔藏哪儿了？想知道自己去找啊！我告诉你们，只有我知道他藏在哪儿。天黑之前，如果你们找不到他的话，就等着给周远山收尸吧。哎，我这这苏大师，哎呦，这哪儿去了？我们快点找我爸爸，一定不能让他得逞啊！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跑不了。话说，你们家对这个王大军也太好了吧？下次遇到这种白眼狼，直接拉黑，省得给自己找麻烦。就是啊，养这种人这么久，还不如直接养我呢。我也可以跟叔叔结拜啊，你也可以叫我叔叔，我绝对不会像那个白眼狼一样，我以后一定会给他们送终的。胖子啊，说什么呢？说话能不能分分场合啊？苏大师，要不我们分头找吧？你们俩去那边，我去这边。好。大师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我一个人进去找就行，你要不换个地方？你一个人啊？现在我们也不知道王大军在哪，万一你一个人遇到他会有危险的。那要不你自己进来。你在哪儿？你把我爸怎么样了？你咋了？你跟谁说话呢？你没听见吗？别跟他废话，让他走。你单独进来，敢带他一起的话，我现在就让你爸断气。王大军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爸对你那么好，你不能伤害他。好，他的好我受不起。想让他活，就照我说的做。进来。好。周师姐，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
没事，你不用担心啊。我兄弟他可是邪祟管理局的人，什么样的脏东西他没见过？王大军肯定不是他对手啊。那个，我正好有点不舒服，要不你先一个人去找，我正好回房间休息一下。你不舒服？你怎么了？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啊？啊不用了，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行吧，那你有事一定要叫我们啊。我先去找苏沫，看他有什么新线索没。好，你去吧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很简单，我要你杀了苏沫。哎，苏沫，你在这儿啊？老夏，哦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好不容易能跟周小姐单独聊会儿天儿，这么好的机会你都把握不住。别提了，本来我们相处的挺融洽的，结果我刚才路过他房间的时候，他说他不舒服，要回去休息一会儿，我就只能来找你了。休息？他一直在催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一直催我们，说晚一秒就有危险。这会儿说要休息，说不舒服了。对呀，虽然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吧，但是他当时那个脸色真的不太好，所以我想他可能确实不太舒服。兄弟，你跟哥说句实话，是不是人家不喜欢你，故意把你给支开了？不可能，像我这么幽默风趣、进退有度、彬彬有礼的人，谁会不喜欢啊？兄弟，你说的夏泽川跟我认识的是同一个人吗？苏沫，我告诉你啊，周小姐绝对不可能讨厌我的啊！行，我信了，好吧？如果她不讨厌你，就只有一种可能，什么？遇见王大军了呗？啊！而且王大军还拿他爸要挟他。哎，你仔细想想，刚刚在房间门口，是不是发生了啥？刚才你在哪儿？你把我爸怎么样了？你咋了？你跟谁说话呢？你没听见吗？刚才他突然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啊，是不是那个时候就遇到王大军了？肯定是这样啊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去找他？趁着王大军不在，你找会儿周叔，我上去看看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很简单，我要你杀了苏沫。不可能，苏大师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可能这么做。你换个条件。没条件可换，要么杀了苏沫，要么替你父亲收尸。你搞清楚，我不是在跟你商量。我不明白，苏大师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无冤无仇，就是他杀了我女儿，要不是他，萌萌现在已经是你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事情？是萌萌想要杀我，苏大师才杀了他的。这样，你把我杀了吧，把我爸放了。萌萌已经死了，就让我去陪他吧，你别再牵连无辜了。谁用你陪？萌萌要的是你的身份，你的地位。一句话，杀还是不杀？我不可能杀的，苏大师是来救我们的。如果我把苏大师也杀了，那我和你有什么区别？好啊，不愧是周玉然呐，为了一个陌生人，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管。我爸爸如果知道了，也不会同意我杀苏大师的。你换个条件，不然我们都死。好，不杀他也行，把他那本生死簿给我偷来。生死簿，那是他的宝物，他一直都带在身边的。我拿不过来。你是他要救的人，他对你没有防备，找机会下手不难。拿到生死簿，我自己解决他。那你爸也能活。那如果我拿不到呢？那就按原计划杀了他，没有其他选择。你就这么恨苏沫吗？为了杀他，连我爸的命都不顾了。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，让他魂飞魄散。
嬷嬷临死前的愿望不能实现，都是他搅的局。要么杀苏沫，要么偷生死簿，你自己选。我爸当年真是瞎了眼，怎么交了你这么个恶心的朋友？少废话，你不选，我替你选。我如果拿到生死簿，你真的会放了我爸吗？只要拿到生死簿，我说到做到。如果你敢耍花样，我马上送他上路。不，好，我同意，我同意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？浪费我那么多时间。苏大师，苏大师什么时候过来的？他听见我和王大军的谈话了。苏大师，你等等，我有话要和你说。哦，我刚过来，骗你呢。其实我全听见了，没想到这周小姐看着柔柔弱弱的，居然这么有骨气，宁死也不愿意杀了我。苏大师，我刚刚遇到王大军了。就这么直接说出来了？真不想让你爸活了？你遇见王大军了？在哪儿遇见的？就在我房间。王大军他威胁我，让我杀了你。如果我不杀你的话，他就杀了我爸。但是我拒绝了。那你就不怕他真的杀了你爸呀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的。如果我真的杀了你，那我和王大军有什么区别？就算你动手了，也打不过我。苏大师这么厉害，我肯定不是你的对手。行了，咱俩走吧，去找老夏，我们有你爸的线索了。什么？太好了，快走快走！哎，老夏，干什么呢？找到线索没有？我都找遍了，茶几也看了，客厅也看了，那屏风后面也看了，我把那个茶杯都拿起来翻了一遍，没找到周叔的下落。不过，我之前一直有留意书房，从咱们进来之前，书房都没有人离开过的。我在想，我爸这么大一个人，王大军不可能悄无声息的就把我爸从书房给弄出来呀。哎，你说王大军会不会把你爸藏到你不知道的地方？比如说你家的书房有机关，打开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地下室。暗格是吧？巧了，跟我想的一样，我把这儿的墙壁全敲了个遍，手都敲肿了，一个空响没听着。哎，苏沫，你用你那个高级眼看看呗，看看能不能看出什么猫腻来。我那是正常的5.0视力。什么高级眼啊？还有什么猫腻啊？你能不能动动脑子想想？王大军本质上就是个好吃懒做的抠门鬼，他藏东西肯定找不费劲的地儿啊。对呀，我咋没想到呢？不费劲的地方会是什么地方呢？哎，你们家这个沙发能藏人吗？周叔会不会在这个沙发里面啊？周叔，周叔，周叔，哎，那沙发是死的，根本不可能藏东西的。我去啊，还真有东西啊！那，我去，胖子，你这手气不去买彩票可惜了呀！快打开看看。想救周远山，带好生死簿，晚上12点准时过来，少来一个人，周远山就得死。苏沫，这咋办啊？这王大军特地提了生死簿，该不会有猫腻吧？那咱们还带吗？带，咱们不仅要带，而且还要按照他说的来。咱们12点在这等着，到时候啊，阴他一声，将计就计，正好让他自己主动交代出周叔的下落。那要不要提前做点什么准备？我再去买一点贵的符纸，到时候给他咚咚咚狠狠来几下。可是，我们怎么才能让王大军主动说出我爸的下落呢？哎，王大军之前是不是让你骗我的生死簿？对，你都听见了，我还以为你真的没听见呢。大师就是大师啊，亏我之前自作聪明，为了试探大师，故意说了王大军让我杀他的事啊。
幸好我没对大师动手啊！什么？要害我师兄？不，反应那么大干嘛？他还没同意。哦，那就好，那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善良可爱、温柔的周小姐。但是他答应了，要骗走我的生死簿。啊！抱歉，夏大师、苏大师，我当时啊，其实就是为了暂时的答应，我要稳住他。苏沫，师兄，义父，周小姐她只是想救她父亲，可以理解吗？瞅你那样子，你看我像生气了吗？嘿嘿，哎，不过咱们晚上可以来一首《碟中谍》。碟中谍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生死簿，碟中谍。啊，我懂了，大师，你放心，到时候啊，我一定全力配合你。你懂了？不是，我咋没懂啊？不过啊，咱们得事先说好，这次的任务有点复杂。哎呀，我这头都有点疼了呀。说不定结束之后，我们俩还得再去一趟医院。大师，你放心，等结束之后，我会付你报酬，是之前的2倍，怎么样？这个意思啊，那我也懂了。周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把周叔叔给救出来。太好了，谢谢。12点了，这王大军怎么还不来？我爸到底怎么样了？附近我们都找过了，到处都没有。你也别着急，别担心啊。待会儿王大军来了之后，那是我爸。我又不是什么冷血的东西，我能不担心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苏沫，他怎么发火发的这么快？我就只是关心他一下啊，至于生这么大气，你帮我评评理，不是我的错吧？你喊我兄弟干什么啊？他招你惹你了吗？他不就说了句别担心吗？至于这么大声吗？不是这个评理，不是这个评理。我吼他怎么了？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爸都消失这么久了，你这么个大师啊，拿着把破剑在我家随便转了2圈，有什么用？我早知道我就不找你们了，我直接自己跟王大军拼了。好啊你要不是我们，你早就被王猛附身成筛子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现在还反过来嫌弃我们了是吧？苏沫，都是点生气，苏沫生气，你也别生气啊，苏沫生气。苏沫，生死簿给我，不然我就杀了他。苏沫，把生死簿给我，不然我就杀了他。不，我投降，别杀我。好啊，你敢动我兄弟是吧？我兄弟今天要是掉了一根汗毛，我让你给他陪葬。苏沫，你太讲义气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找你玩了。我靠，贱货！哎呀，不管了，将你就寝，赶紧把刘成走了。少废话，把生死簿给我，不然就剁了他，让他以后都做不了男人。别动我，苏沫，你快给他，那东西我是真需要啊！我数3秒，1、2，不用你说，我给你。苏沫，我的好兄弟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以后我打辅助绝对不抢你人头。起开！突然背叛吓死我了，腿都给我吓软了，以后再也不喜欢他了。记住你说的这句话。玉然，你不愧是叔叔的好侄女，做得不错，把生死簿给我。我爸呢？他在哪儿？你把生死簿给我，我自然告诉你你爸爸在哪儿。你先告诉我，我要确认他的安全，听他的声音，不然我就撕了他。你爸爸就在你房间的洗手间里。你把周叔放在洗手间里啊？闭嘴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现在可以把生死簿给我了吧？周宇然，你不能把生死簿给他。刚才你背叛我们的事情，我可以原谅你，但是这个生死簿关乎到我兄弟能不能毕业，千万不能给他。2位大师，对不起。哎，周宇然，
现在知道被背叛的滋味了吧？我曾经也像你一样，那种感受抓心挠肺，浑身都不舒服。王大军，我说你能不能把自己身上的黑气收一收？你现在很污染环境，你知道吗？生死簿都没了，还这么嚣张！我本来还想留你一会儿，既然你不想活了，那你就受死吧！等等，你难道就不担心周小姐给你的生死簿是假的吗？如果是你主动给的，我可能还怀疑一下，但你刚才是被逼着给的，为了你兄弟，你会给假的吗？原来你刚才一直都在啊！刚才就差那么一点点，玉然就能囊死你，太可惜了！你个死老邓，看我加强版符咒，天狼晶晶，看！我去，这符咒是叛徒啊！我早说你就是个冒牌货，周远山偏不信。苏沫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还我女儿命来！苏沫，快住手！快住手啊！等等，什么？苏大师，我爸爸安全了。时机到了，九阳天火！这什么？这个叫九阳天火。你很庆幸我现在功法娴熟，没有占你身火。生死簿，那我这是什么？你的当然是假的了。我明白了，周玉然根本就没有背叛你，你们在骗我，你们这群骗子！终于明白了，可惜已经晚了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做人别太狠。不要！终于把这个毒瘤给清除了，苏沫，我们终于可以治大排档了。苏沫接诏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实习期间斩邪除祟，功德圆满，经封你为阴司判官，执掌生死簿，统管人间善恶赏罚，定众生寿数。我靠！哇！完成实习任务，我直接得到飞升了。切记勿忘初心，勿负天命。明白，我一定会和之前一样横扫邪祟。义父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是你儿子了。恭喜大师，功德圆满。看来这老道士说的没错呀，只要把生死簿填满，就能得正大道。我去，我都有这了，还要什么实际证明啊？义父说的对呀。行了啊，别耍宝了。为了庆祝我当了天官，大排档走起！耶！